江爷爷什么也不说，只是在乐宝园区和竹林间来回搬运竹子。对于乐宝现在身体排年的情况，没人比江爷爷更心疼。8年来，乐宝的每一个瞬间，江爷爷都陪伴在身旁。而这次休息也是乐宝8年来唯一一次。随着乐宝的年纪，现在每天除了要吃每日的营养品以外，还加入了测量血压。乐宝年纪越来越大，也就意味着江爷爷必须更加关注乐宝的身体情况，一点也马虎不得，事无巨细，比之前更加的严格。所以每当江爷爷觉得乐宝需要在家时，就不会让乐宝出门了，让乐宝安心进来，但也会给乐宝出门放松的时间，呼吸新鲜空气，同时也会随时给乐宝收回来。而江爷爷在房间陪伴乐宝时，园区则由圣希姨母来照顾。此时爱宝带着辉宝去了室外，瑞宝说啥都不去，姨母便来到园区单独陪瑞宝玩。姨母站在树下给瑞宝喂了块胡萝卜，胡萝卜吃完，瑞宝自己就从树上下来了，根本不用叫也不用扶。有时候女生之间的情感是无法去解释的。瑞宝乖乖来到姨母身边，姨母给瑞宝调整了一下座位，让瑞宝坐好。瑞宝也很配合姨母，没有像爷爷摆弄时那般抗拒。姨母让瑞宝干嘛，瑞宝就干嘛。姨母陪了一会儿瑞宝后离开，瑞宝这里一个人担起了室内园区的营业。今天下班，辉宝又不给面了，吃了宋3岁的小苹果，还不配合宋3岁，甚至故意爬到高的地方，让宋3岁够不着自己。但宋3岁也成长了，眼看辉宝不听话，转头就走了，跟辉宝玩上冷暴力了。今天下班点到了时，依旧是只有瑞宝自己醒着。瑞宝爬上小木桩，站起身，试图叫醒正在睡觉的辉宝。这是因为宋3岁跟瑞宝谈了报酬。此时的宋3岁眼看园区只有瑞宝醒着，便给瑞宝喊了过来。宋3岁以一块小苹果为报酬，让瑞宝喊辉宝下来。瑞宝从小就讲诚信，吃完小苹果后就回去叫辉宝了。只不过自己能力有限，瑞宝发现自己根本叫不动，宋3岁便让瑞宝先自己回家。不过这是爱宝醒了，宋3岁眼看爱宝醒了，立马送上小苹果，防止爱宝一会儿再重新睡过去，用小苹果给爱宝提神。爱宝看到小苹果后没有犹豫，立马转头过来给小苹果吃掉。爱宝吃完小苹果，看了看通道门，爱宝这时知道宋3岁为什么送小苹果了，就是为了让自己回家。爱宝从不白吃人东西。爱宝消化完小苹果后，便从小亭子上下来，走回了家。这时便只剩辉宝了。宋3岁带着诚意来到园区，一手的小零食。宋3岁先是给树上的竹子扯了下来，准备大干一场，接着站上去喂给了辉宝一块小苹果。本想趁辉宝还没反应过来就给辉宝推下去，哪知辉宝反应的这么快，一下打破了宋3岁的计划。辉宝站在最高的树杈上，让宋3岁够不着自己。宋3岁这趟白出来了，甚至还赔了好几块小苹果。而对于辉宝的下班，这下只能看辉宝自己的心情了。乐宝正在雪天里沐浴，躺在奶爸为自己量身定做的小躺椅上，摇摆着身姿，仰面享受着白雪飘洒在自己身上的感觉。乐宝主打的就是一个冬日里的意境，让观看的姨姨们时隔多年后依旧能想起曾经有一只大熊猫喜欢在雪天洗澡。而乐宝始终都是一只活泼开朗的大熊猫，对于雪地更是玩不够。姨姨们说，那是因为乐宝没有带孩子的顾虑，如果乐宝负责带孩子，那爱宝肯定也会很轻松，每天玩得很开心。想来确实如此。而此时爱宝这儿正在和2只熊猫宝宝享受着室内园区的温暖，看上去很是温馨。爱宝正在小木床上吃竹子，而瑞宝此时正在小滑梯上。瑞宝这习惯和福宝小时候一样，出门后都喜欢待在小滑梯上玩耍，显然小滑梯似乎已是瑞宝的地盘。而辉宝则每天不知道都在忙什么，总是看起来很忙。辉宝挤在妈妈身后爬来爬去，而瑞宝就坐在小滑梯上给自己挠痒。辉宝经过几番折腾，爬到了姐姐的滑梯平台上。瑞宝被妹妹发出的声音吓了一跳，回头看去，发现是妹妹后便放下心来。看来大熊猫的胆子都是一样的小，而姐妹俩凑在一起就会发现她们长得还是很不一样的。辉宝的脸又白又宽，看上去就很文静淑女，而瑞宝就和福宝小时候一样，虽然小时候看上去脏兮兮的，等长大了也会和福宝姐姐一样是只大美熊。一会儿爷爷来到园区接爱宝和姐妹俩下班之后，爷爷给园区重新打扫干净。福宝来到室内园区，先是到小亭子上吃了会儿竹子。爷爷给园区更换过草皮后，福宝这坐在小亭子上吃竹子的样子也被衬托得更有感觉了，仿佛坐在了树林中的草地上一般，很是治愈。瑞宝瞪大眼睛看了一圈园区，心想我怎么睡这儿了？反应过来的瑞宝这才慢悠悠的从产青团的草丛里爬了出来，
起初瑞宝只是想单纯铲个青团，但这时老宋头拿着自己的大板砖就对准了自己。瑞宝为了不让老宋头拍到自己，将头埋低藏了起来。但是地上的草丛越躺越舒服，瑞宝小眼睛逐渐迷离。而宋3岁这里反反复复走来园区打扫卫生，这声音刚好吵到了瑞宝。瑞宝眼睛一转，这才想起来自己是来铲青团的，不是来睡觉的。瑞宝铲完青团，快速爬上小树，而永宽也等待已久了。今天终于让永宽感到了热乎的。永宽走上前，将瑞宝刚铲的青团收集走。刚才铲青团的时候，瑞宝已经很困了，这来到小树上，很快就困着了。今天永宽独自值班，清理完青团，又立马去给竹子扛了过来。因为此时的爱宝已经在外面等不及了，而这时爱宝回来，也没有人跟自己抢胡萝卜了，因为瑞宝辉宝睡着了。到了下班时间，瑞宝又成了妈妈的跟屁虫，结果就是被嫌弃了。瑞宝一直跟在爱宝屁股后面，爱宝有点烦，瑞宝被揍了一顿，但也只能无能，然后识趣的躲开。等到妈妈看不到自己的时候，又重新跟上去，最后就是跟着妈妈一起回了家。而什么也不知道的辉宝，此时正一心沉浸在吃竹子中。最后，永宽出门喊了2声，提醒到辉宝该下班了。辉宝这才反应过来，辉宝很乖很懂事，没有立即给竹子丢掉，直到给手上的这根竹子上所有竹叶都吃光了才走的。今天依依依旧是起了个大早，来到爱宝乐园观看福宝一家。依依到达园区时是10点10分，而今天福宝的体重又重回200斤了。依依来到园区时，瑞宝和辉宝此时正在小亭子下面玩闹，姐妹俩玩闹一会儿，瑞宝率先爬到了小亭子上抢占地盘。瑞宝在小亭子上阻挡着妹妹爬上来，但瑞宝没意识到自己给自己夹在了小树和树桩之间。瑞宝感觉自己动不了了，有点蒙圈。瑞宝尝试站起来，发现根本用不上力气。聪明的瑞宝给自己转了个身，成功给自己解救了出来。在瑞宝解救自己时，辉宝趁机爬了上来。辉宝上来后，先是给了姐姐一巴掌，问姐姐为什么不让自己上来。辉宝生气了，但此时瑞宝更气，瑞宝一口咬在了妹妹的脑袋上。自从辉宝来到室外园区后，总是在挨姐姐的揍，没有了之前在室内时的气势了。辉宝秉承着惹不起躲得起的原则，躲着姐姐，但当辉宝忍不下去时，也会对着姐姐的小脑袋狠狠咬上一口，表示自己也不是好欺负的。而爱宝则自己吃着竹子，什么也不用操心，只需要好好享受自己的生活就可以了。5分钟时间很快便到了，工作人员引领着依依来到了室外园区。此时乐宝正坐在小亭子上吃竹子，状态很好，依旧是阳光开朗的双开门大熊猫。而隔壁的福宝此时正在园区跑跳，状态也很是不错。现在的福宝更加自由，在室外园区怎么玩耍都行。一会儿将爷爷来到园区来陪辉宝这个小可怜玩耍，爷爷拿着手机逗着辉宝，引辉宝追自己。辉宝则见爷爷来到园区后很是开心，扭动着小屁股追着爷爷跑来跑去，一蹦一跳的。就在爷孙俩玩得正开心时，机智的辉宝趁爷爷没反应过来，突然掉头跑去了爷爷的房门里。这个操作直接给爷爷玩晕了，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这鬼点子比福宝姐姐的还要多。